中国大陆多管道内部爆料中共高层惊人大动作。在时隔36年后，中共在5月中秘密召开了一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的唯一焦点是废掉习近平。这个消息如同核弹爆发，被高层热议和传播。究竟它有哪些敏感信息，反映了怎样的政局态势，又有哪些高度热议的焦点？让我们来做一番梳理。你好，这里是希望世界百闻纵横，我是王真。综合海外媒体消息，中共5月14号召开了非同寻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不仅有政治局委员，还有中共各健在的元老、老军头、老常委、老干部都出席了会议。这样的扩大会议距上一次已阔别了36年，尽管目前这一消息尚未能证实，但仍被外界高度关注。据报，会议的焦点议题只有一个，讨论习近平该不该退，如果必须退，是半退还是全退。总结扩大会议有以下5大看点。第一，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罕见现身，据说他入场时与会者全体起立鼓掌。他表态说，这10年来党中有派，提到了江派、习派和团派，说只有团派忠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据海外自媒体人苏小河说，胡锦涛放惊人狠话，即使打内战，也要把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事业救回来。第二，温家宝在会上承认自己看人不准，错误向党中央推荐了习近平，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第三，会议达成了初步共识，今年的4中全会将改为人事会议，会议也确定下届中委名单中团派占1/3，讨论其常委班子的重组，以及习的权力被划分。第四，张又侠在会上发表了30分钟的汇报，内容惊呆所有人。他把军队这些年抓的所有上将和中将的名字都念了一遍。人们惊讶地发现，自习近平上台至今，所有他提拔的上将和中将全都被抓了。有指张的汇报使习近平不退也不行。第五，政治局核心委员与习近平划清界限，包括张又侠、何立峰、王毅、马兴瑞、尹力等，出现了一场去习化行动。资深媒体人、精英论坛节目主持人石山分析指出，很显然，对于政局危机的压力，如果中共现有班子可以处理的话，根本不需要开扩大会议。因此，扩大会议就是现有的班子处理不了、应付不了目前局面了，甚至是需要一些方向性的改变，才会有扩大会议。他回顾说，中共有过很多次扩大会议，最近的2次都是严峻危机时刻。上一次是1989年6月12号，也就是8964之后，扩大会议免去了赵紫阳总书记职务，江泽民上台作为新总书记。从89年到现在，中共再也没有开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再往前一次扩大会议是1987年1月15号，因为当时的学潮危机，中顾委全部列席并参与投票，结果是胡耀邦下台。再往前就到了文革时期，1966年5月扩大会议，是为了发动文革，刘少奇被赶下台，把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弄到中央文革小组里，相当于也是把当时的政局彻底翻了个个。此外，中共史上的每次扩大会议都是在中共面临危机时出现一个处置机制。中共玩过很多次，但基本上说，只要开了扩大会议，就说明出事了，基本都涉及到权力更迭、人事变更。时评人唐静远认为，胡锦涛露面讲话是以前党魁身份出来压阵，真正实际的操盘手，整个团派或者是当前这个政局的操盘手，一定是温家宝。他同时认为，基于胡锦涛的讲话，很可能接班人选将出于团派或邓派属意的人选。他会采取一个平衡原则，如果军委主席是某个派系掌控，那可能总书记就是另外一个派系，或者是国家主席。总之，大致上是一个平衡原则。他并表示，如果团派要占据中委的1/3，
那就意味着团派事实上已经成为党内最大的实力派系，其他各派基本上会取一个平衡。时评人张天亮表示，中共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涉及到国家出现重大方向的调整，或者面对重大危机，也或是重大人事调整。这样的会议召开需要中央办公厅的配合，如果召开这样的导席会议，并聚集了胡锦涛，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办倒戈了。中办不但倒戈，而且还参与了倒席。也有不少人认为，此次扩大会议相当于是中共四中全会前的预备会，那么后续我们将持续更新最新事态发展。一张曾象征中国半导体黄金时代的沉浮合影，近日在业界疯传。照片中的6位业界核心人物曾掌控超过兆元资本，主导多项芯片产业关键计划，如今多已落马失势，被视为中国芯片战略沉浮的缩影。合影主角包括紫光集团前董事长赵伟国、联席总裁刁石京、张亚东、祁连，以及大基金总经理丁文武与旗下华新投资总裁陆军。这群人在2014年当局成立大基金后借势而起，大举并购扩张。赵伟国更放言买下台积电，合并联发科。但如今赵伟国因为贪污超过14亿元被判重刑，另外4人也相继被查被抓，1人隐踪消失。大基金原本肩负的战略任务成了腐败分子眼中的唐僧肉，象征整个产业改革中的制度问题与人性阴影。在美中科技对抗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这场芯片豪赌的失败引发外界对中国政治体制和半导体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5月20号，中国北方多地地表温度高得离谱，普遍超过50度。山西、河南部分站点地表温度超过70度，多地首次打破观测史同期最高地温纪录。此外，甘肃、陕西、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已达到特旱级别。大陆抖音博主商丘浪哥20号发布视频指，河南最高温度达到43.2度，地表超70度，蚂蚁瞬间烫死。他说，我们大河南这次又上热榜了，因为天气炎热，5月20号部分地区直接达到40多度。预计21号，陕西、山西、河南、湖北等局地最高气温还会冲上40度。在北方多地旱灾的情况下，再遇高温冲击，无疑是雪上加霜。这里是希望世界百闻纵横，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